这是我们脚下的美丽星球，但这样的美丽和生机勃勃是理所当然的吗？生命从哪里来，又会往哪里去呢？有幸和孩子们一起在2021年的夏天来到了 Royal Tyrrell Museum of Paleontology 加拿大皇家蒂勒尔博物馆，我们仿佛踏上了时光之旅。首先我们来到的是 Precambrian Era 前寒武纪的时代，也是生命的起源细胞生物的时代。这个时期开始于45亿年地球的形成，结束于5亿4千万年的硬壳动物诞生的时代。之后我们就进入了 Paleozoic Era 古生代，迎来了寒武纪大爆发 Cambrian Explosion， 突然出现了门类众多的无脊椎动物的化石。但是在 Late Devonian Extinction 泥盆纪后期大灭绝后，眼前这些兴盛的海洋生物就全部灭绝了。在古生代的石炭纪 Carboniferous Period， 陆地上满是蕨类植物，而这种两栖的 Eriops 隐源开始出现。而这种生活在 Permian Period 二叠纪的 Dimetrodon 异齿龙其实并不是恐龙，反而和哺乳动物更接近。但是 Permian Triassic Extinction 二叠纪三叠纪大灭绝后，它们也永远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之后爬行动物登上了舞台的中心，我们进入了恐龙的时代。在博物馆我们看见了各种各样种类繁多的恐龙化石，有植食性的，有肉食性的，有高大的，又有娇小的。然而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 Late Cretaceous Period， 由于小行星的撞击，70%的地球生命消失了。之后我们进入了 Cenozoic Era 新生代。在这个时期，青藏高原隆起，而阿尔伯塔也从内海逐渐形成了我们之后要去的落基山脉。这头巨大的化石是一只 Megasaurus 巨角蜥。这个化石你能猜出是什么吗？它是 Archaeocerium 古巨猪，它体型如牛一般大，长着獠牙，也是一种凶猛的掠食者。这个身形高大的是 Meropus 十爪兽，它们头部很像马，脖子像长颈鹿，而身体则更像熊，是完全的植食动物，爪子是用来挖掘植物块茎或自慰的。这可以称你跟哪种动物的重量是一样的。这里还再现了一只 bear dog 犬熊在追捕猎物的情景。这里可以看到一头 saber-tooth tiger 剑齿虎攻击一头 woolly mammoth 真猛犸象的情景。可是猛犸象真正的敌人并非剑齿虎。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猎杀，这种曾经广泛分布于西伯利亚和北美洲的长着长毛的大象，最终在距今1万年的时候全部灭绝了。这是博物馆的纪念品商店。
给你纪念一个东西啊，反正都是中国造的。儿子一到商店就央求着买纪念品，最后看中了这件印有恐龙化石的 T 恤。我看一下，比一下。好了，可以了。排队付钱。在博物馆的入口矗立着 Joseph Tyrrell 的雕像。1884年，他在这个小镇周围的煤矿中发现了阿尔伯塔龙的化石，而这个博物馆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。除了这个博物馆，这里还有一个 trail， 我们就走一下。Viewpoint， 走了。慢慢高起来了啊！好高啊！感觉阿尔伯塔的人都不戴口罩呢，就我们在戴口罩。博物馆里面也不戴口罩。博物馆里面那些人，好高！哎呀！我们眼前就是 The Red Deer River Valley 红鹿河谷，是形成于14000年前，而河谷里层层的岩层却可以追溯到7200万年前的恐龙时代。白色的沙石层是古河床，灰绿色的泥石层和深色的煤层证明了当河水退却，这里是一片茂盛的湿地。站在这里，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好啦，现在我们就已经从这个恐龙博物馆出来了。现在说下我的感受。首先呢，我觉得这个恐龙博物馆里呢，就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呢带着孩子在那里参观。因为这里离卡加里有150公里，然后沿途呢是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。一般我们中国的旅行团不会带游客过来，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有孩子的家庭呢，是值得来这里一看的。我觉得它最大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化石在前面，然后后面有它真实的图景，就它是完全模拟那个本来恐龙时代的一个环境。把这些化石组装起来，然后有很多孩子动手的一些活动，所以还是挺有趣的。其实你觉得好玩吗？好玩。妹妹，你觉得好玩吗？好不好玩呢 ？Dinosaur race 嘛。妹妹自己讲 dinosaur race。Dinosaur race。进山了啊！看这山好高，你看。超级高的一个山。我没有翻过它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翻过那个山。对呀，我没有翻过落基山呐。那超级高了。加拿大落基山脉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一生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。